我看了眼手机，离约定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门口还是没有周浩接亲队伍的消息。我心里着急，床上的锦缎喜被都被我攥出了褶皱。表妹悄悄地对我摇耳朵：“姐夫难道因为要当新娘官太激动睡过头了？待会来了可要好好为难他一番。”表妹虽然是打趣，可看我的表情带着担忧，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更加坐立难安。新郎哪有迟到的？这是不把结婚当回事啊！可不，婚礼还没办呢，就下女方的面子，这家人不地道，都少说两句。大喜的日子谁不着急？万一路上有事耽搁了呢？饶是我爸妈一贯淡定从容，此刻也不免焦急起来。我也顾不得考虑别的，拿起手机就给周浩打了过去。手机通了，我语气急切：“是路上遇到什么事了吗？怎么还没到？”然而电话里传来的却是周浩他妈妈的声音：“小乔啊，昨天晚上我请算卦的给卜了一卦，说今天周浩不能去接亲，否则会有血光之灾。”我给听愣了，完全不知道他妈这是唱的哪一出，只觉得心中10000只羊驼呼啸而过。我耐着性子说道：“妈，这日子都定了，时辰也定了，这算命的不是瞎扯吗？再说了，周浩不来，这不是给我难堪吗？小乔，这还不是为了安全着想？你看你家离锦绣庄园也不算远，可以开车自己过来的。大喜的日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不是？”我一口气闷在心里，感觉从没有过的憋屈。若是真如周浩他妈所说，他完全可以昨晚告知我们，而不是现在过了接亲吉时，等着我打电话过去。我扫了眼房间里的人，都是亲朋好友，此刻安静地看着我，还有爸妈，担忧和心疼溢于言表。我算是明白了，周浩他妈这是找场子呢。当初两家商量婚事时，周浩爸妈说钱都用来买婚房了，彩礼也就是个形式，能不能意思一下就行。我爸妈当时没反驳，就问一下是准备给多少。周浩爸妈打听过，也知道彩礼规格是18万。本来我爸妈看在我的面子上，哪怕彩礼他家给1半也认了，反正我家也不缺那点彩礼钱。但没想到他们家一出口就砍下了12万，说彩礼给6万。我爸妈心里特别不痛快，当场就表了态。本来我们给乔乔准备的陪嫁是彩礼的2倍，既然你们没有诚意，那就作罢了。后来周浩跟他爸妈说，我的陪嫁更多，到时结了婚就是一家人，肉还是烂在自家锅里的。他爸妈又哭穷又讨价还价好几次，才不情不愿地给了10万。所以他家并不是给不起，只是不想掏这个钱。他妈更是恨不得彩礼免了。而今天周浩他妈针对我的这出算卦，是算准婚礼在即，我也只能忍辱受憋。锦绣庄园的一切都布置好了，请帖都发出去了，宾客一会儿也陆续的就到了，所以哪怕我一肚子恼火，也只能压下，因为我不能因为我让我爸妈被嘲笑。我深吸口气，声音冷淡对周浩他妈道：“行，我这边我自己安排，庄园那边让周浩提前等着。”小乔果然是明事理的好儿媳，我差点爆粗口：“你他妈办的是占礼吗？”我以为这出戏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唱戏的上瘾了。我退一步不想计较，倒换来了周浩他妈的得寸进尺。只听他又说道：“小乔，还有个事，你也知道，浩浩他姐为了浩浩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嫁得不好，离婚后孤儿寡母过得可怜。”我心里烦得要命，不明白他这时候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干什么。听我不搭话，
周浩他妈用一种豁出去的口气道：“算命的给婷婷也看了，说她沾了弟弟结婚的喜气，福气也来了。她的福气在临泉区榆林路东南方向，若是得新居，必能除霉秽，保福运，日子顺遂，姻缘得成。”他每说一句，我心里不好的预感便沉一分。我咬牙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把婚房让出来给周婷？”不错，我和周浩的新房就在榆林路。那倒不是，小乔，我听浩浩说你爸妈陪嫁了一套房子，在水天一色，正好在榆林路的东南方向。我想着，反正现在你也不住，不如先给浩浩他姐母子住着吧，90多平，2人住也够。我以为我听错了，您的意思是让周浩他姐借住在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里？哎呀，小乔，都成一家人了，说什么借住不借住的？你姐要住着好过户给她不就行了？我简直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不是想骂都找不出词来。我猛吸了几口冷气，强忍着怒火道：“周浩呢？您把手机给他，我倒要看看这件事是周浩他妈一个人的意思，还是他们一家都有份。如果周浩和他们坑壑一气，这婚也不必结了。”周浩他妈的笑声我听得清楚，胜券在握的意味很明显。瞧瞧，周浩的声音传来，不想听他废话，我直接问道：“周浩，你妈这番操作是几个意思？是不是今天我不把房子让给你姐，咱们的婚礼就进行不下去了？你也认可你妈的做法？”我以为她会坚定地站我这边，向着我。毕竟当初她追我的时候信誓旦旦：“你是我的女神，家世好，长得好，我是上辈子积了多少福才能当你男朋友。”我从没见过一个男生表白成功哭得稀里哗啦的。他说：“乔乔，你放心，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都跟你一条心。”他跟我说他家是农村的，父母没大能耐。他说他姐本有机会读大学，为了给他挣学费，只能去打工。他说他不能挥霍他们的钱，在学校比吃比喝比玩。他说就连追求我都用尽了全部勇气，还怕我瞧不上他。我当时有几分动容。一个学业优秀、常年霸榜奖学金的人，他有自傲的资本，但他认知清醒。而我从小衣食无忧，又是独生女，没为钱发过愁，便觉得他的这种品质很是难得。恋爱4年，我爸妈从原本不赞同，也慢慢接受他了。直到开始商量婚事，他们家开始各种作妖。一会儿说他们家拿不出那么多首付，让我家出多点。我妈说行，房产证写2人名字，装修2家分摊，婚后一起还贷。他妈好像吃了亏一样，忙说买房是大事，再考虑考虑，然后是彩礼。闹了几次，甚至最后连婚宴场地、酒席都让我家出钱。他妈是这么说的：我们见识少，好多不懂，也怕订的酒宴不合小乔心意，惹人闲话。小乔娇贵，是你们的掌上明珠，由你们来把关，婚礼肯定完美无憾，宾主尽欢。我爸爸那句“那让周浩做上门女婿算了”差点脱口而出，被我妈一掐，生生咽进了嗓子里。看见我哀求的目光，为了我的幸福，我爸妈让步了。这一切周浩都看在眼里，他也曾毫不犹豫地表露出对我的歉意和感激。我以为周浩是懂我的、感恩的，现在想起来，他妈这话说得如此有艺术，未必没有他的指点。我们的退让不但没有让他家见好就收，反而是得寸进尺。周浩沉默着，呼吸有些粗重，最后支吾道：乔乔，我姐这些年真的受了很多苦，我哪能只顾自己快乐？
眼睁睁看我姐凄苦。你也不缺这一套房子，只是给我姐借住，以后我挣钱了再给她换，行吗？我怒极反笑。周浩，是不是？今天要想婚礼顺利，你姐这是必须得依。瞧瞧，算命的是这么说的，只要这事定了，不光婚礼会顺利，我们以后的生活都会顺意。不会的，没有以后了。我冷冷道。瞧瞧，你什么意思？我再也忍不住怒火，骤然提高声音道：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你家都特么疯了吧？那是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跟你们家有1毛钱关系。我们家嫁女儿，合着还要给未来的大姑子母子准备房子。话音刚落，房间针落可闻，所有人都朝我看过来。我妈身子一晃，被我爸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周浩声音更高：林乔，你家房子空着，给我姐住怎么了？不就有几个钱，还不是一样没良心？果然，我妈说的对，你们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自始至终就看不起我。我气得指甲嵌进掌心，新做的美甲都被折断了。偏偏他妈又大声喊道：浩浩，不用跟他啰嗦，他跟你谈了好几年，早就不是什么黄花闺女了，不嫁你谁还要她？林乔，我把话撂这了，你答应婚礼顺利举行，不然你家就等着成笑话吧。此刻我心中的愤怒和悔恨如汹涌的潮水，险些将我淹没。握着手机的手因用力指骨都泛白，说出的话比刀锋还冷。周浩，这婚不结了。挂断电话，眼泪终是忍不住流下来。我妈拉过我的手，眼中满是担忧，是不是周浩那边出岔子了？他妈又作妖了？我忍不住哭出声。他妈先是不让来接亲，还要让我把陪嫁的房子给周浩他姐。我妈气得脸都白了，浑身啰嗦，简直欺人太甚。这婚不结就不结，我们乔乔都低价了，还这么不知足，太不要脸了。就是，简直气死了。这家人都有病，红眼病，看见了吧？以后找对象可得擦亮眼，千万别遇见这种糟心东西。听着周围人的声音，我狠狠擦了把眼泪，走到爸妈面前，径直跪了下去。爸妈，对不起，让你们跟着女儿丢人了。我妈一把拉起我，我爸拿起手机就给酒店打电话，解释一番后取消了婚礼。万事俱备，婚礼临时取消，钱自然是白扔了。为了感情，为了结这个婚，我一再退让。我家出钱出房出陪嫁，可他们家呢？一个个得陇望蜀，嘴脸丑恶，令人作呕。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因为取消婚礼，我们忙得人仰马翻，该赔礼道歉赔礼道歉，该退份子钱退份子钱，甚至都上了本地新闻热点。因为我的眼瞎，我爸妈的脸面碎了一地。等全部善后完，已经夜色深深，强撑的坚强散去。我抱着我妈哭到呜咽，我爸妈一脸憔悴，却一句责怪的话也舍不得对我说。他们安慰我，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得亏是现在，要是结了婚再出这些幺蛾子更糟心。此时我无比庆幸我听爸妈的话，坚持婚礼之后再领证，更是坚守自己的底线。虽然谈恋爱时和周浩也有亲亲抱抱，但到底没有越雷池一步。他曾提议我们住一起，也曾邀我单独旅游，但我问过了爸妈的意见后，终是没同意。至于他妈说的那些屁话，大概是周浩为了大男子自尊糊弄他的。累了一天，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准备睡了。谁知大晚上的周浩和他妈上门了，咣咣的砸门声伴着周浩他妈尖利的喊声传来：林乔，你给我出来！你凭什么取消婚礼？亲戚都来了，茶都没喝上一口就给请走了。
我周家不要面子的，姓林的，别给我装孙子，快开门！我爸妈住这个小区也20多年了，街坊邻居都是熟人。大晚上的，经周浩他妈那大嗓子一喊，估计都听见了。我爸怕影响邻居歇息，黑着脸拉开了门。周浩臭着脸，也没看我爸，气势汹汹朝我质问：“林乔，我妈不过说几句，也不是什么大事，你要闹也得有个度。招呼不打就取消婚礼，这是人干的事。合着他和他妈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都是我家的错，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上坟，无语死了。见我不说话，他妈以为我心虚了，接着说道：“你都跟了我儿子好几年了，还以为自己多值钱呢。再说了，这肚子里说不定都有我周家的种了，你还闹什么闹？不嫌丢人？”听他满嘴胡说，我真是恨不得扑上去扇他2巴掌。眼看邻居们都出来了，他妈还故意越说越难听，我火冒三丈：“妈的，你人还有3分土性呢，你还有脸找我要说法？今天婚礼，你临时变卦不让你儿子来接亲，我忍了。彩礼从18万降到10万，我让了。酒店宴席让我家安排，我认了。可你还要让我把陪嫁房子给你女儿，失心疯了吧你？我特么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会嫁给你儿子。”周浩他妈气焰嚣张：“林乔，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结婚当天退婚，名声都臭了。我儿子大度肯要你就不错了，别说1套房，结了婚你家的东西以后都是我家浩浩的。”妈，周浩赶忙心虚地拽了他妈一把：“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一步步地试探我的底线，原来他家早就存了龌龊的心思。”我爸妈一辈子的修养被周浩和他妈气得破了功。我爸勃然大怒：“放你的狗屁！心术不正的狗东西，你们马上给我滚！”周浩他妈一边挡着门，一边大放厥词：“我也没说错呀，一个女婿半个儿，他们结了婚以后，养老送终部还得我家浩浩操持。说来说去，谁叫你们生不出儿子来？活着的时候没续个香火，死了总得有人批个笑。上炷香吧，老妖婆，你咒谁呢？你死了，我肯定请戏班子敲锣打鼓唱1天的好日子。”我气不过他说：“我爸妈！”脱下脚上的拖鞋，对着他妈甩了过去。他妈被拖鞋砸个正着，索性开始哭天抢地撒泼：“造反了，造反了！儿媳妇要打死婆婆了！林乔，你反天了，敢对我妈动手！”周浩急了，冲过来重重一推，我一时不察，被他推倒，后腰撞到了柜角，疼得当场眼泪就下来了。我爸看我受伤了，也急眼了，抄起拖把就往周浩身上招呼。周浩忙拉着他妈往楼梯躲。我爸像看一坨屎一样看着周浩和他妈，带着你妈赶紧滚，再让我看见你，见一次打一次。我妈一手给我揉着腰，一手拿出手机：“再不滚我就报警了。林乔，既然你把事做绝，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你给我等着！”周浩阴鸷的目光足足盯了我半分钟，才拉着他妈走了。一场闹剧结束，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愤怒过后，我心里满是酸涩。我怎么也不想把昔日那个满心是我的男人和今天这个自私自利、满脸算计的男人联系在一起。他一开始对我特别好，我们一起吃饭，他永远顾及我的口味。我生理期，他记得比我还准。他会给我买好卫生巾、暖宝宝，泡好姜糖水装在保温杯里，会半夜因为我的一句睡不着而忍着瞌睡陪我聊天。我偶尔心血来潮想吃某个东西，他跑遍全城也为我买来。那时朋友圈有句文案特别火：“下雨了，
别忘记自己带把伞，因为你的生活里没有贺涵，而我没有这样的感叹，因为天凉，我身上有他的外套；下雨，头上有他举着的伞。我也曾掏心掏肺对他好过，他跟我说他生活费少，不过为了锻炼意志，他也不用吃太饱，我怕他饿着，就点好了餐给他送去。他穿着洗得发旧的衣服去领奖学金，被人笑话穷酸，我就四季换洗衣服给他准备好。他说他生日不过了，和室友们聚餐也不去了，因为囊中羞涩，回请不起。为了照顾他的自尊，我给他掏钱买单，甚至室友们相约去玩，也是我给他打点好。明明一开始他是那个宁愿苛待自己，也不愿占我半分便宜，让我受委屈的人。他去做兼职，发传单，接私活，假期给人补课，也不乐意花我的钱。他一本正经地说：“乔乔，你要记得，我是男人，不能吃软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大概是他妈来学校看了他一次后，不，或许更早。在他知道我家境优越，父母工作体面，又是独生女后，他的心思就变了。只不过我沉浸在爱情里不自知罢了。如今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爱情可能是有的，却终究输给了利益和贪欲。可不，娶了我，周浩一本万利，而我这个傻子为了他差点把爸妈一辈子的心血断送了。白天混乱了一天，晚上睡得不太好，被撞的腰还隐隐作疼。第二天，我妈一早陪着我来到了医院，在等待检查的时间里，我刷到了周浩他姐的朋友圈，谢谢弟弟，还记得姐姐的好。这套房子就是我们福来运转的开始。我越看越觉得熟悉，这不就是我和周浩的婚房吗？我一拍脑门，糟糕，昨天只顾着撕逼，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当初周浩他妈没钱全款买房，我妈提出各出首付写两人名字，他妈觉得吃了亏，他家既不想加我的名字，又拿不出那么多首付，于是周浩跟我商量，首付还是他家出，但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跟我借钱。我当时就拒绝了，我也是刚工作不久，我花的也都是爸妈的钱，哪有钱借给你？他急忙道：“乔乔，我不是想问你爸妈借钱，那不合适。你舅舅不是做工程的吗？你能不能问你就借点，再转给我？你要不放心，我给你打借条。”后来我问我舅借了20万，把钱打给了周浩。想到这里，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子，那可是20万呢！我当时怎么就鬼迷心窍，把钱给了他？我也顾不得检查了，拉起我妈就走。哎，乔乔，你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去？马上到你了，干什么去？当然是回家找借条。我舅舅比较忙，他觉得这么大的事我肯定会跟爸妈说的，他也就没跟我爸妈提。而我也不想婚事再生波折，也没告诉爸妈这回事。我把手机的转账记录和周浩写的借条找出来了，然后跟我爸妈坦白了这事。我爸点着我的脑袋，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无奈，早知道就不把你保护的那么好了，现在知道人心险恶了，等过了这事，高低带你去趟医院看看脑子。我给周浩打电话，让他把借我舅的20万还了。周浩装傻，什么20万？我没借过。我把截图和借条给周浩发过去了。周浩漫不经心道：“钱是你问你舅舅借的，跟我没关系，你舅也没有打款我的记录。至于你给我的20万，是你自愿的，而借条则是我被迫写的。”我又一次见识到了无耻的下限，跟无赖还有什么好讲的？我告诉周浩，要么还钱，要么法院见。没想到我没等来周浩还钱，却等来了他妈。周一上班，
我正处理手头工作，就听外头一阵吵闹和叫骂声。这时，跟我要好的同事小丽快步跑到我面前，急着说道：“小乔，你快去门口看看，那是不是你前男友他妈？他在门口骂你，可难听了。”我一惊，这老妖婆真是阴魂不散。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周浩他妈大喊大叫道：“林乔，你个小贱人，你给我出来！你个死看门的，拦着我干什么？再敢碰我，我喊你非礼！起开！你们领导呢？让他出来，看看林乔是什么德行。”我平时比较注重隐私，几乎不发家人的朋友圈，因此同事都知道周浩，却不认识他妈妈。大家只知道我取消了婚礼，却不知具体内情。此时纷纷被勾起了八卦心，一个个等着下文。本来这只算家事，那天在家门口闹就已经很难堪了，可周浩他妈现在又闹到单位，我顿时觉得颜面扫地。领导跟我爸相熟，平时对我照顾颇多，于是赶紧说道：“这位大婶，你有什么事去我办公室说，现在是上班时间，别影响我们正常办公。”周浩他妈脖子一梗，我偏要在这说，好让大家都知道林乔是个什么货色。接着手一指，眼睛狠狠瞪着我道：“就是他，骗钱骗感情，仗着我儿子喜欢他各种做，婚礼一言不合说悔婚就悔婚，可怜我们家亲戚都来了，热水都没喝上一口就被赶出酒店了。我们现在在村里头都抬不起来了，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周浩他妈边说边开始嚎，还抹了抹压根不存在的眼泪。如果我不是当事人，高低给他的演技鼓个掌。这不，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不是吧？小林男朋友挺宠她的呀。”原来她是这种人，渣女！我气得七窍生烟。这老妖婆颠倒是非的本事，警察来了都得服。我两步跨到她跟前：“你以为凭你一张嘴就可以颠倒黑白吗？还骗钱骗感情？你儿子生活费不够吃饭，是花的我的钱，各季的衣服是我给置办的，手机电脑是我送的，甚至他和朋友出去旅游，他住的酒店都是我花钱订的。他一个大男人，吃软饭吃得心安理得，这些你怎么不说？至于悔婚，如果你得了失忆症，我再帮你回忆回忆。”我拿出手机，找到了那天晚上邻居录的视频，开了最大音量。霎时，办公室里一片卧槽声。周浩他妈像是被凉水洗屁股一般，急眼了，跳起来就要抢我手机。同事们看他的目光都带着鄙夷，原来这就是恶人先告状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可怜呢。还好小乔悔婚。可不，这家人太恶心了，这么喜欢吃软饭，咋不让自己儿子入赘？周浩他妈对不过，恼羞成怒骂开了：“你们别被这个小贱人糊弄了。他说悔婚可还霸占着彩礼不还，不仅如此，我们家出首付买的房子，他竟然还要我儿子给他20万。换做你们，咽得下这口气？”这一下，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又变了。果然，有人看闹热不嫌事大。小林啊，悔婚本就不好看，私吞彩礼更可耻，你还让人家倒赔20万，这人家不骂你骂谁？是啊，还以为是人家欺负他，原来自己也是个不省油的灯。别说挨骂了，打一顿都活该。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今天在做君子，就要被他气死了。看着他脸上得意的笑，我照着他一脚就踹了过去。周浩他妈懵了下，反应过来后张牙舞爪的过来打我。领导一看，忙招呼门卫大哥给拦住了。我冷冷地看着他，一字一句道：“你儿子借我的20万有转账记录和借条，你想赖是赖不掉的。
至于彩礼，你倒是提醒了我，20万到账之时，彩礼原封不动退回。还有，你回去告诉周浩，不要给我装死，3天之内不还钱，我就去起诉他。你看看到时候他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周浩他妈愣住了，随即破口大骂：林乔，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小贱人，你钻钱眼里去了！你要敢把我儿子的工作搅没了，我绝不放过你！那就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还有，再敢骚扰我，我就让你去局子里蹲几天。说完，我转身就走。周浩他妈还想撒泼，被门卫大哥一左一右给架了出去。领导大概也知道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正好5·1也到了，特意提前给我批了2天假，让我该歇歇，该思思，说的我怪不好意思的。我知道周浩不会轻易还钱，也见识了他们母子的无耻，所以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我在家里整理这些年用在周浩身上的花销，到最后自己都惊了，竟然有10几万之多。最无语的是，其中有一笔还是给周浩他妈生病住院交的费用。我把这些转账记录都整理好，把从商议结婚及筹备婚礼到退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视频借条等佐证也保存好。我坐在房间发了一会儿证，突然给了自己一巴掌，等反应过来才发现打得有点重，起码脸肯定是红了。我很想问问，当初的自己脑子是被僵尸吃掉了吗？我正想把这些发在微博上，就听见我妈喊我：乔乔，快出来，你苑姨来了。苑姨和我妈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我们2家离得也近。小时候说我长在她家也不为过，只是后来她家因为一些原因搬去了别的地方定居了。这次也是因为我结婚专门赶来的，又恰好赶上5·1，想着跟我妈聚聚，一起在周边玩玩，哪成想突然被告知取消了婚礼。苑姨好，我乖巧地喊了一声：您先坐，我去给您倒水。我倒了2杯水放在身前的茶几上，又帮我妈把水果端了过来，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至于为什么是2杯水，是因为苑姨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身边跟着一个长得有点像罗云熙的帅哥。乔乔，这是你荣斐哥哥，你们2个小时候形影不离的，你还记得吧？苑姨指着身旁的帅哥，笑着对我说道。我惊了，一脸的不可置信，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妈怪嗔地拍了我一下，这孩子傻了不成？我此刻的表情肯定非常分裂，实在是我无法将记忆中那个胖墩墩的荣斐和眼前这个清瘦有型的帅哥联系在一起。果然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为了不失礼，我硬着头皮喊了一声荣斐哥哥。荣斐似是看穿了我的尴尬，笑着说道：乔乔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可爱。淑姨，我看乔乔的左脸有些红，是不是过敏了？荣斐小心翼翼地问道。真是失策，早知道苑姨登门，我就是掐大腿也不打那一巴掌。看着我妈询问的眼神，我面无表情道：不是过敏，是我自己打的。我妈像是想到了什么，微微叹了口气：乔乔，你不用自责，事情总会过去的。苑姨看着我满是心疼：乔丫头，有什么委屈告诉你荣斐哥哥，让他帮你出气。我这才知道，荣斐如今是个律师，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并且在当地很有名气。对苑姨，我妈也没隐瞒，将婚礼当天的事都说了。苑姨气得不行，一个劲地说我好性子，换做她，不让他们批点红带点彩都说不过去。我把我整理的东西给荣斐看了，告诉他我准备在网上公开，
周浩果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今天是第3天了，钱依旧没还。到了晚上，我把编辑好的资料毫不犹豫地发到了网上。一开始没掀起什么浪花，本来我还想着要不要花钱买热搜，就看见荣斐亲自下场了，甚至以他们律所的名义发了律师函。荣斐本身自带流量，一顿操作后热度高了起来，他熟识的大咖更是粉丝众多，一经转发很快就上了热搜。我把手机静了音，放心的睡觉了。周浩，这可是你逼我的。第2天睡醒，手机上多了很多未接来电和消息，我没有一一回复，因为我看见我和周浩共同的群，我们大学的校友群，包括他的工作群，因为这条微博炸了锅，每个群的消息都是99加，讨论的热火朝天。不是吧？这是什么惊天大瓜？那小子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原来这么无耻。嗨，前2天还跟我们诉苦，说他未婚妻做天做地，结婚当天把他甩了，害得我们还同情他一把，真特么不值。就是离了个大谱，自己家吃相这么难看，还有脸闹。这不，反转来了。网友们的评论也很有意思，既想又想还想，既要又要还要，怎么着？他爹是特不靠谱吗？女孩们擦亮眼，看看有没有同款男友，紧急避雷。大家别骂他了，他是有苦衷的，因为他没有脸。虽然也有一些人为周浩说话，说什么苍蝇不叮无缝，一个巴掌拍不响啥的，但很快被其他人怼回去了。我看了看所有的消息，露出了这几天来的第一个笑容。我并没有透露周浩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等，我的目的是让周浩把我还给我，从此各不相干。但熟知我俩的人都心知肚明。我妈为了感谢荣斐的相助，亲自做了一大桌子菜，请苑姨和荣斐。苑姨不爱喝饮料，喜欢喝酸奶。我正准备去小区旁边的超市买，荣斐喊我说陪我一起去。刚走到楼下，手机响了，刚接通，周浩那暴跳如雷的声音传来，震得我耳膜都疼。林乔，你个疯子，你特妈的都干了什么？你个恶毒的贱人，我好好的前途都被你毁了，你怎么不去死？骂完了吗？赶紧还钱，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要钱是吗？行啊，你马上去网上澄清，告诉他们那些都是假的，都是你闹着玩瞎编的，我就把钱还给你。我被气乐了。周浩，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智障，看别人都是傻子啊？今天之内，如果我没收到钱，我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哪怕对簿公堂，你也必输无疑。你自己掂量掂量。挂断电话前，周浩咬牙切齿地说了句话：林乔，算你狠。虽然每天新鲜的事情层出不穷，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只要周浩还想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只要他还想保住工作，他就知道该怎么做。走出小区门口，荣斐正要跟我说什么，突然一把拉住我，往他身后一带，闪身挡在我面前。小心！随着话落，一股浓烈的油漆味扑面而来，泼了荣斐一身。而我因为有他挡着，只见上了很少的部分。我面色焦急道：荣斐，你怎么样？要不要紧？我们去医院。荣斐安慰我，还好我反应快，避开了不少，没泼到要害部位，但这一身的衣服肯定是不能要了。我抬眼看去，泼油漆的人赫然是周浩他妈。我怒火中烧，想也没想就冲过去，抬手扇了他一巴掌。老妖婆，你是不是有病？欺负我没完没了是吧？林乔，你这个杀千刀的贱人，你不让我儿子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周浩他妈疯了似的，边喊边抡起油漆桶向我砸来。我赶忙紧跑几步，躲开这个疯婆子。瞧，离他远点！我已经报警了。荣斐已经把沾了油漆的外套脱下来了，站在了我旁边。好啊，林巧，这才几天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果然是个不安分的。得亏我儿子没娶你。我正要对他，一道声音传来：刚才是谁报的警？是我。警察同志，你也看到了，我和我同伴身上都是他泼的油漆。荣斐手一指，接着道：麻烦警察同志先把他带走，我们先回去清洗一下，换身衣服，再去做笔录。警察同志朝我们点点头，又对周浩他妈说道：你涉嫌寻衅滋事罪和侮辱他人罪，先跟我们走一趟吧。周浩他妈仍在叫嚣：我只是泼了点油漆，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带走我？大妈，谁告诉你泼人油漆不违法？情节严重的还构成故意伤害罪，要拘留的。周浩他妈这才真的慌了，又哭又喊，死活不去，最后被强制带走了。周浩赶到的时候，我和荣斐刚做完笔录。周浩朝我吼道：林巧，你怎么就跟个瘟神一样不散？你就不能放过我和我妈？我无语地翻了个大白眼，压根不想理这个智障。最后周浩他妈以寻衅滋事罪和侮辱罪处10日拘留，并处500元罚款。周浩脸色阴沉，目光在我和荣斐身上停了一顿，阴阳怪气道：林巧，好手段啊，这么快就找好了下家。不过就算找了下家，你也是我玩剩下的。破鞋！我还没接话呢，荣斐凉凉地瞥了他一眼。周浩，你与其在这说这些酸唧唧的话，不如赶紧把借人家的钱还了。今晚12点之前钱没到账，明天法院的传票会送到你手上。你不是法盲，想必也不想像你妈一样吧？荣斐说完，我直接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周浩离开的时候，荣斐对着他的背影说道：乔是我罩着的人，你不要再对他动什么歪心思，否则我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这里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不愧是荣斐，我们刚到家，20万到账了。我立马把10万彩礼给周浩转了过去，然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这出闹剧终于落幕。后来我听说，周浩本来快要被提拔了，因为私德有亏，升迁无望。他妈出来后记吃不记打，逢人便说我坏话，不过没人搭理他。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5一假期，我妈和苑姨去旅游，我和荣斐一路陪着，但苑姨对我好像热情过了头。荣斐失笑道：小时候我妈就恨不得把你抢来当女儿，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我看着她跟罗云熙相似的侧颜，一时间有些呆了，直到荣斐的脸在我眼前放大，我才惊觉自己发了花痴。荣斐看着我，笑得有点勾人，低沉的嗓音带着蛊惑：乔，那时你说，如果我能和电视里的小哥哥一样好看，你就选我做男朋友。现在这话还作数不？救命啊！我该死的心动了。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别人都说我有个好婆婆，可有一天我在刷小视频的时候，居然看到她在教别人怎么对付儿媳妇，手段之残忍，令我汗毛倒竖。一条网络热门视频，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儿媳妇？而其中点赞量最高的是这样一条评论：儿媳妇让我带孙女，我不想带，但我儿媳妇强势，我只能先答应。然后大冬天带孙女出去买冰淇淋，冬天小孩很久没吃过冰淇淋了，连声夸奶奶好。第2天孩子生病了，儿媳妇也不敢说
我还给8个月大的孩子吃过甘蔗、肥肉、发霉的食物。小孩子生病了，儿媳妇什么都不敢说，然后就不让我带小孩了。后面还配了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透露出发布者小人得志的嘴角。而发布这条评论的人，正是我的婆婆，我女儿的亲奶奶。我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握不住手机。点开下方的评论，我发现她做过的远不止如此。故意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吹冷气，让我的孩子生病，偷换他的药，加重病情，甚至诅咒他死掉，就为了让我再生一个男孩。他对我怎么样都行，可我的女儿，她还那么小，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天使，他居然都忍心出手。我气得发疯，他还是人吗？如此心狠手辣，简直禽兽不如。这时老公打电话过来，妈今天要过来，他顺路去幼儿园接莹莹了，你就在家休息吧。我低吼，不用他接，我自己去。老公被我的咆哮震懵，老婆，发生什么了？我一看表，还有10分钟，幼儿园就放学了，没时间了。我匆忙补了一句，你妈要害死我的女儿，不许让她去接，就慌忙去幼儿园了。可我还是来晚了一步。我看到婆婆手里拿着一包辣条，还是没有任何标识，极埋汰又简陋的包装。而我女儿的嘴角也正好蹭上一些红油，她还是又哄莹莹多吃点，吃完奶奶还给买。我急忙冲上去，掰开女儿的嘴，将她嘴里的辣条统统抠出来。莹莹，妈妈不是告诉过你不许乱吃东西吗？婆婆见到我有点心虚，随后就摆出她惯用的伎俩，眼泪跟自来水似的啪嗒啪嗒往下掉。人老遭人嫌啊！我大老远从乡下赶过来，给孙女买点吃的都要挨骂，以后可怎么活呀？谁骂她了？我从见到她到现在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呢。几个不明真相的路人围过来，对我指指点点，还有几个来接孩子的老人对我破口大骂：年轻人，你就没有老的那一天吗？你迟早遭报应，吃点零食怎么了？你没吃过吗？不照样长这么大？他真的很会挑拨别人的情绪。女儿被这阵仗吓哭了，一边哭一边抽噎着扑向我。妈妈，我错了，你别打我。我发誓，我从来都没有动手打过孩子，甚至都没当他的面跟别人吵过架。难道我刚刚的动作太粗鲁，吓到宝宝了？可我也是一时心急，毕竟刚刚得知婆婆的真面目，加之前几天她还催我生2胎，我以女儿还小拒绝了她。我怕她狗急跳墙，直接给我的女儿下毒。我没空理作妖的婆婆，只想先哄好女儿，怕她留下心理阴影。我放软口吻，温柔地说：谁说我要打你了？妈妈只是不想让你吃垃圾食品，怕影响你的健康。女儿一边抽打，一边用肉乎乎的小手指向婆婆。奶奶说，妈妈发现了就会把我打死，打得稀巴烂。又是婆婆，婆婆究竟背着我做了多少烂事？这么恶毒的话，她也敢当着孩子的面说。婆婆也没想到女儿居然会把她供出来，急忙为自己辩白：我那只是不想让你知道了生气，毕竟你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孩子什么都不吃，怎么有好身体？我是她亲奶奶，还会害她不成？我只是不让女儿吃垃圾食品，甚至为了她的健康，我还在阳台开辟出一块小菜园，亲自给宝宝种有机蔬菜。怎么到他嘴里就变成什么都不让吃了？心头传来一阵阵狂躁，我想撕破他虚伪的面具，但是这里是幼儿园门口，女儿又刚刚受了惊吓，我不想在这里发作，只好扯着女儿的手，咬牙说：回家。婆婆却不干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还答应了带我大孙女去吃肯德基圣代呢，是不是莹莹？女儿点头。莹莹要吃圣代，吃圣代，再给我的女儿吃生病，好糟践她的健康吗？不行，我斩钉截铁地拒绝。女儿眼泪汪汪地看看我，又看看婆婆，婆婆立马上前抱起女儿，宝贝别哭，坏妈妈，咱们不要妈妈了，奶奶给宝贝买呀。她光明正大地挑拨我们母女关系，说着就要抱女儿走。上次女儿大冬天吃了冰淇淋，还是站在马路上吃的，吹了一肚子的冷风，回来就得了急性肠胃炎，住了3天院。如果不是婆婆发那条评论，我都不知道她是故意的。如今她还想故技重施，我绝不可能让她得逞。不行，必须回家。女儿哇的一下大哭，妈妈坏，妈妈坏！我惊呆了。没想到一向乖巧听话的女儿，竟然能对我说出这种话。余光瞥见婆婆得意挑唆的笑，我感觉脑袋嗡的一下子。你，周莹莹，跟妈妈道歉。沉稳的男声在身后响起，是老公。女儿见到爸爸来了，立刻收了哭声，蜷缩着肩膀，小声跟我道歉。老公还想继续教育女儿，却被婆婆打断。儿子，你别怪莹莹，都是我不好，非要带莹莹去吃好吃的。莹莹妈这才发脾气的。听着她颠倒黑白的话，我又想起她在网上的那些言论，我手脚冰冷，强烈的愤恨使我浑身打颤，手心后背蹭蹭冒出冷汗。我瞪着她，和她对峙许久，她丝毫不慌，甚至胜券在握地冲我挑眉。那眼神仿佛在说，让我等着被他儿子骂吧。没想到老公张口却是，既然你知道婉意不让他吃，干嘛还非要带他去？婆婆愣住了，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儿子，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说我？婉意是我的妻子，她不是外人。老公从婆婆怀里抱走女儿，还有莹莹的饮食一直是婉意亲自照顾的，您不要盲目插手。被老公一针见血地指出，婆婆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凄凄爱爱地应了一声：是我的错，我太粗心了，我委屈点没关系，只要儿子你过得好就行。婆婆这句话，我怎么听都觉得不是滋味。这件事本来就是她的不是，怎么到头来仿佛是他承受了百般委屈似的，甚至我想反驳，都无从说起。回到家，我叫老公进屋，我将评论的事告诉他。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会处理的。老公一向言出必行，但这次事关他亲妈，我还是有些担心。我想追问他口中的处理到底是怎么处理？我想要的是我女儿绝对的安全。现在婆婆就是个炸弹，而她又是孩子的亲奶奶，难不成老公还能让婆婆以后别来跟孩子接触了吗？外面传来女儿的护痛声，很急促，声音又小。如果不是因为我一直亲自照顾女儿，很有可能就忽略掉了。我急忙冲出去，就看到女儿倒在插座旁，不停抽搐，连眼睛都开始翻白了。莹莹，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捏住。老公立刻切断电源，我心疼将女儿抱起来，眼泪鼻涕呼了满脸。快打120！婆婆从厨房出来。哎呀，我不过就让大孙女帮我给手机充下电，这怎么躺地上了？女儿的小手上还是湿乎乎的，居然真是婆婆动的手脚。胸口剧烈起伏，我要疯了，气得发疯，整个人都在颤抖，心房颤得快要坍塌了，胸口因窒息而传来阵阵钝痛，不能呼吸，抱着女儿就像快要缺氧一般吃力。她居然能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刷新我的三观底线。婆婆也是当过母亲的人，怎么忍心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怪我
都怪我，明知道他盼着女儿死，还拉着老公进卧室，我悔恨得要死。做梦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如此丧心病狂，我恨不得回溯到过去，打醒过去的自己。我怎么能这么粗心，放任女儿和这个恶魔待在一起？我崩溃到歇斯底里的大哭。要是莹莹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跟你拼命。看着女儿被推进急诊室，我眼泪汪汪地扒着急诊室的门缝往里看。老公叫住我：“老婆，你的手受伤了，叫护士给你处理一下吧。”刚刚情绪太过激动，指甲把手心抠得血肉模糊。此时冷静下来，只觉得掌心痛得要命。婆婆坐在那嘀嘀咕咕，隐约听见几个字眼：“死丫头，命怎么那么大，怎么还不死？”愤怒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冲上去一巴掌呼在婆婆的脸上：“你都没死，我宝贝女儿凭什么死？”这一巴掌我几乎用尽了全力，婆婆的脸当时就肿起来了。老公拉住我：“婉意，妈应该不是故意的，死丫头，你敢打老娘，我撕了你！”婆婆张牙舞爪地扑过来，老公赶紧护住我。婆婆气得直拍大腿：“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就是为了让你娶个狐狸精回家打我的吗？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了？今天你必须把他和那个赔钱货给我休了。”妈，婉意也是一时心急，您不要生气。老公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突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没忍住哇的一声吐了满地。婆婆的手停下来，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得惊喜：“老闺女，你这是又有了？”婆婆跟川剧变脸似的，刚刚还一口一个狐狸精的叫我，这会儿又亲热的叫我闺女，欢欢喜喜的扶着我坐下，又是给我打热水，又是帮我挂号，那架势不知道还以为她是慈禧身边的大总管，连老公都插不上手。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我的确是怀孕了。婆婆这下更高兴了，双手合十，不停地祷告，感谢各路神明，我们老周家可算是有后了。没理婆婆，我的手一点点抚上小腹，感受肚子里的小生命。女儿总说希望能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陪她，真好，看来以后莹莹就有个伴了。莹莹很快从急症室出来了，没什么大碍，医生说住院观察几天。婆婆站出来：“住什么院？赔钱货就是浪费钱。”当时我就不乐意了，难道她不是女人吗？为什么要用最大的恶意去对待同为女性，还是亲孙女的一个孩子？您这是什么话？再说了，我们又没花您的钱。婆婆笑嘻嘻地看着我，声音中带着讨好：“我这不也是为了你们好吗？现在你们有了二胎，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呢。正好我有个亲戚，他家没孩子，不如我们就把莹莹送给他家，反正女孩早晚也是别人家的，你说好不好？”我简直要疯了，完全不顾他是长辈，直接破口大骂：“你给我滚，滚，滚！”我能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尖利而颤抖，心脏因气愤而蔓延开来的疼痛压制不住，眼泪控制不住一颗颗从眼眶里滚出来。说婆婆是畜生，都是侮辱了畜生这个词。这个人面兽心的老家伙，就是老天派来折磨我的吗？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好赖不分呢？女儿有什么用？就是给别人家养的，我帮你解决掉这么大一个累赘，你不感激我，还骂人。再说了，我那亲戚家条件可好了，他还在那叨叨，唾沫星子都飞出来了。我用我仅存的修养和理智克制住自己，没有上前掐死他。老公在我发狂之前把他弄走了，揽住我安慰：“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将眼中的泪水逼回去。我告诉你，周启，
如果你妈真的敢对莹莹做什么，我就是拼上这条命，也要跟她同归于尽。老公抱住我，不会的，我一定会保护好莹莹，你放心。放心吗？我根本不敢放心。我几乎是24小时守在女儿身边，连工作都辞了，生怕婆婆再对她做什么。可即使是这样，我不过是去走廊接了个电话，女儿却不见了。我慌了，立刻找护士查监控，果然，婆婆趁我出去打电话，偷偷溜进病房，把女儿带走了。我给婆婆打电话，关机。我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方却表示，因为他们是直系亲属，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拐卖，他们无法给予帮助。我彻底崩溃了，撕心裂肺的大叫，却抑制不住心中涌起的层层痛恨。我好没用，我为什么要接电话呀？我不接电话就好了，莹莹就不会被婆婆偷走。内疚又自责，两股情绪不断地冲击我的心脏，眼前一黑，彻底晕过去。再醒来，我看到老公守在我的床前，我开口，嗓音嘶哑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老公赶紧喂我喝水，别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莹莹了。有人说在汽车站碰见我妈了，一定会找回来他们的。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我的女儿已经1个星期了，女儿还没找回来，我的心揪成一团。她到底在哪？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担心得快要发疯。老公劝我吃点东西，可女儿如今音信全无，我哪有心情吃东西？那你也要顾及肚子里的孩子啊！你这几天不吃不喝，肚子里的宝宝也受不了啊！这样，你吃点东西，我们去医院做个检查，然后我带你去他们说见过莹莹的车站好吗？我勉强吃下去点东西，跟老公去了医院。我只想快点做检查，然后好去找女儿。从检查室出来，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偷偷给医生塞红包。大夫，我儿媳妇怀的是男是女呀？是婆婆。这几天一直浑浑噩噩的，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个箭步就冲上去，抓住婆婆。莹莹呢？莹莹在哪？她甩开我的手，眼神闪躲。你不是不让我照顾孙女吗？我怎么知道她在哪？我在监控都看到了，是你给她带走的。我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求您了，把莹莹还给我吧，求求您了。婆婆被我拉着，想走也走不掉，眼看人越来越多，她使劲掰我的手指，奈何我就女心切，她根本掰不动我的手指。你放开，快点放开我！情急之下，她开口了：莹莹死了。我如遭雷击，僵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周莹莹死了？我把她接出来那天，她就死了，尸体都火化了。我儿子亲自领的尸体。远处，老公正向我们这里赶过来，看到婆婆，他脸色明显变得紧张。我不敢相信，颤抖着问老公：莹莹死了，是吗？老公扶住我的肩膀：婉意，你听我说。我挥手打掉他的胳膊，大声质问他：莹莹死了，是吗？你冷静点，莹莹的死只是一个意外。我一震，老公的答复让我猝不及防，一阵天旋地转，身体晃动，几乎要栽倒在原地。我瞪大双眼，我仰起头，大口大口地吸着气，用尽全力控制自己不要倒下。不可能，你们骗我的，对不对？我满怀希冀地看着老公，我多么希望他说是骗我的，莹莹已经安全到家了。哪怕说莹莹被送去婆婆口中那个亲戚家也行，可老公脸上沉痛的表情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妈那天把莹莹接出来，过马路的时候出车祸了。我目眦欲裂，揪住老公的衣领：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是我的女儿啊！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我连女儿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老公愧疚自责地低下头，我担心你受不了这种打击。老公脸上胡子拉碴，满是颓废悲哀。我是多么糊涂啊！那几天，老公忙进忙出的，竟然一点都没往这方面想。婆婆赶紧护住老公，不就是一个丫头，死了就死了。再说，你现在不是又怀孕了吗？婆婆说得风轻云淡，好像死的不是她的亲孙女，而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小猫小狗。我一把揪住她的衣领，都是你，你说你是不是故意害死莹莹的？我说过，如果你再敢害莹莹，我一定要跟你同归于尽。她死死扒着我的手，嗨，不是我，是她自己乱跑。如果不是婆婆偷偷带她出去，她又怎么可能出车祸？都是她，是她害死了我的莹莹。我手上愈发用力，婆婆连连咳嗽，甚至开始翻白眼。救命！老公和几个医护人员将我们分开，我被强迫远离婆婆。我狰狞地大喊：害死亲孙女，你还有一点人性吗？就不怕莹莹午夜梦回来找你索命吗？我不会放过你的，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婆婆缓过来，还破口大骂：呸，掐死老娘了！要不是看你怀了男孩的份上，非让我儿子休了你不可。我恶狠狠地盯着他，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要让他为我女儿的死付出应有的代价。我查了女儿死亡的监控，的确是个意外。婆婆领着女儿过马路，女儿看到一个卖气球的老伯伯，就追了过去，然后就发生了悲剧。但婆婆明明可以阻止的，只要她及时抓住女儿的手，女儿根本不会出意外。但她却没有，眼睁睁看着女儿乱跑，或者说，她巴不得女儿赶紧被车撞死。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迅速开始暴瘦。整个孕期我没胖，反而瘦了10斤。从手术室出来，我看着襁褓中的小婴儿，皱皱巴巴的，眉眼处跟去世的女儿一模一样，终于忍不住大哭。老公将我揽在怀里，都过去了。老公瘦了，整个人沧桑了。我知道这段时间他比我更难受，还要强忍着照顾我，照顾这个家。好几次婆婆要来，她怕我伤心，都是被她弄走的。我回抱住老公，老公，这段时间你辛苦了。老公的手机响了，是婆婆，听说我生了男孩。她当即表示要过来伺候月子，老公一脸的为难。我故作大方地表示：“你让妈过来吧。”老公惊喜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半天挤出来一句：“谢谢你，老婆。”我心底冷笑，我根本就不是大方，杀女之仇怎么可能轻易翻篇？而是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回报我这位重男轻女的婆婆了。婆婆果然拎着大包小裹来了，各种补品，还有下奶用的老母鸡，这都是我生女儿时候没有的待遇。一见面就抱着儿子爱不释手，大孙子长，大孙子短的，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忙里忙外，事无巨细地伺候我们娘俩。我拿出早就买好的即食燕窝，偷偷撒上药粉，打开一个给婆婆：“妈，您歇一会吃个燕窝吧。”婆婆眼前一亮，刚要接过去，眼睛一转，看到垃圾桶里的胶囊：“我不吃了，还是你吃吧，吃完了好有营养产奶。”无论我怎么劝，婆婆都不肯吃，甚至最后强硬地喂到我嘴里。我在婆婆注视的目光中，小口小口地吃着燕窝，最后把汤也喝干净了。我下的药粉是无毒的，只是我长期服用的一款进口抗抑郁保健药而已。但她很小心，从那以后入口的东西基本都不让我碰。但我还是找到了机会，把药放进她每天都要泡的茶包里，看着她一点点喝下去，我的嘴角一点点勾起，
接下来几天，婆婆越来越亢奋，有时候半夜还不睡觉，天不亮就起床了。明明很困，却怎么也睡不着。我还发现她最近视力越来越差劲，总是口干，上厕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经常在垃圾桶看到满是血污的厕纸。我知道时机到了，等到夜里12点的时候，我偷偷爬起床，不小心惊动了老公。老婆，你干嘛去？有点口渴。老公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我去给你倒水。我赶紧按住他，不用了，我自己去，你快睡吧。安抚好老公，我拿着手机蹑手蹑脚来到婆婆房间外，她睡得很不安慰，隔着门板都能听到她翻身的声音。我用手机连接蓝牙，一早我就在婆婆的床下安装了蓝牙音箱。连接好后，点开准备好的音频。奶奶，奶奶，莹莹好冷，莹莹想吃好吃的，奶奶为什么要害死莹莹？奶奶下来陪我吧。凄厉的童声加上惊悚的声调，堪比恐怖片现场。我听着这个和莹莹8分像的声音，眼圈又红了。突然，卧室传来一声尖叫：啊，不是我害死的你，是你自己乱跑，你不要来找我，要怪就怪你是个没用的丫头，救命，救命！我赶紧切断蓝牙连接，拐进厨房，装模作样的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婆婆冲出来，一把抓住正在喝水的我，水控制不住喷了她一脸，她却毫不在意，一个劲的大喊：莹莹回来了，她来找我索命了。老公也被她吵醒。妈，您怎么了？婆婆又立刻去抓老公的手。莹莹回来了，莹莹回来了，你瞎说什么？老公担忧地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小声安慰婆婆：莹莹已经死了，您做噩梦了吧？婆婆摇头，鼻涕眼泪横流。不，那声音就在我耳边，就是莹莹，她要杀了我，她要我去陪她。够了！老公微吼，要不是你偷偷带莹莹出去，她会出意外吗？婆婆被吓得一下止住了哭声，老公眼睛红红的，眼底是强行压抑的悲伤。半晌，老公才开口：回去睡觉，不许再提莹莹的事，否则你就回乡下去吧。婆婆怯懦着应了一声，回屋去了。我也跟老公回卧室了。老公从后背抱住我，小声地说：对不起，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消失不见。这天之后，婆婆变得异常敏感，任何突如其来一点小声音都会把她吓得一激灵。她开始害怕夜晚的降临，甚至改变生活作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活动，这样我就更方便了。白天只有我们2个人和儿子在家，只要他刚睡着，我就打开蓝牙，等他惊醒后我立刻关掉。她不敢跟老公说，只好偷偷去开安眠药。2种烈性药物的副作用十分可怕，才几天她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下苍老了好几岁，终于出月子了。老公特意空出1天时间带我们出去吃饭庆祝。老公举起酒杯：老婆，妈辛苦了，这一杯我敬你们。我笑着应下，婆婆却迟迟没动，只怔怔地盯着酒杯。老公又喊了一声妈，婆婆不由自主打了哆嗦，才回过神来。哎，怎么了儿子？老公放下酒杯：妈，您最近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医院？我没有偷走莹莹。婆婆拼命地挥手，老公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怀里的儿子被吓哭，哇的一声哭出来。婆婆的目光突然变得凶狠，她瞪着我怀里的宝宝，像盯着仇人。你这个赔钱货，干嘛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今天我就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她将儿子看成了莹莹，扑上来，越过桌子就要抢我怀里的宝宝。我赶紧向后退去，
庞大的沙发椅摩擦发出刺耳的响声，桌子上也一片狼藉，餐具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整个餐厅齐刷刷看向我们的方向。婆婆还不管不顾地冲上来，嘴里大叫：“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我赶紧抱着孩子逃窜，她身上挂满恶心粘稠的汤汁，还在后面追我们。老公去拦她，却被她狠狠咬下一大口血肉。疯了，婆婆彻底疯了。警察和医生很快就到了，他们将婆婆按在地上，婆婆还在大叫：“周莹莹，你这个赔钱货，老娘要弄死你，弄死你！”婆婆被带走了，关在精神病院里。我将剩下的抗抑郁药和那些音频交给我在精神病院上班的同学，也是莹莹的干妈。同学咬着牙：“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招待你婆婆的。”没多久，医院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婆婆在医院里自杀了。老公看起来没什么反应，默默地挂断了电话，去婆婆曾经住过的屋子收拾她的遗物。我突然想起来，床底的蓝牙音箱还没有拆，我赶紧冲进客卧，看到老公手里拿着刚拆下来的蓝牙音箱，他看了我一眼，默默放进箱子里，和婆婆的其他遗物一起。儿子3岁，而且眉眼处越来越像他姐姐了。老公给他起了个大名，叫周莹辉。一天，儿子自己躲在角落里玩玩具，一边玩一边自言自语。我问：“辉辉，你在跟谁说话呢？”儿子咯咯地笑：“是姐姐，是姐姐。”我怔住，颤抖地问：“你说什么？”儿子还是笑嘻嘻地说：“是姐姐，她让我转告你说，妈妈对不起，还有妈妈再见。”我的眼泪哗哗往下掉，儿子用小肉手帮我擦眼泪：“妈妈丢丢，这么大还哭鼻子。”语气和去世的女儿一模一样。我抱住儿子：“莹莹，妈妈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妈妈爱你。”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